台湾的地缘政治正在上演一场惊险剧，而幕后一句话正余音绕梁：台湾立基全部消失。今年5月，台湾政坛传来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警告。讲这话的是75岁高龄，曾在国安会担任秘书长的苏起。他感叹说，自己钻研两岸关系50年，从未见过如今这般险峻的局势。用他惯用的比喻，现在的台湾就像在风浪中漂流的一叶扁舟，看不见出路，只能随波沉浮。乍听之下，仿佛世界末日预告片的开场白。然而，苏起为何发出如此悲观的惊呼？这背后有什么背景？又有哪些让人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我们不妨拿着放大镜，一一检视苏起口中台湾全部消失的战略利基，以及他认为美国已无法伸出援手的原因。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这位发出警告的苏起。他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而是台湾政坛的资深人士，曾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担任国安会秘书长，也是著名的9·2共识概念提出者之一。近期他因为挫折感很深，辞去了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显然对现状相当忧心。4月29日，他受邀出席联胡会和平之旅20周年座谈会。这场合本来是纪念当年连战与胡锦涛会面，促进两岸和解的盛事，但苏起的演讲内容却一点都不和平。他以入行50年未见的险局为题，开宗明义就说现在已经不是一般的变局，而是前所未见的险局。他甚至直白地抛出台湾立基已全部消失，美国现在连想介入都难。在场听众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台湾真的有这么惨吗？接下来，苏起从大环境和小环境两个层面条分缕析，他为何悲观到认定台湾犹如风雨中的小船？一开始，他提出台湾如今力不如人，理不如人，事不如人。别被这文绉绉的说法唬住，其实这就是苏起总结的3大劣势。我们逐一拆解。力不如人，军事安全劣势。苏起指出，在军事实力上，台湾已经全面落居下风。他回顾说，2000年陈水扁刚上台时，台湾还敢高喊决战境外，知其意思是我们有本事把战场挡在台湾本岛之外，不让战火烧进来。到了2008年马英九时代，两岸军力虽有消长，但勉强还算平手。然而发展到近年，大陆解放军的实力突飞猛进。早在2015年，解放军就具备了对台湾的局部封锁能力。到了2020年，大陆甚至成功试射了速飞弹。苏起语带讽刺地形容，美国的航空母舰现在可不敢随便驶过来了，只要风吹草动，就会躲得远远的，往东边海域开溜。过去美军航母常在台海附近秀肌肉，给台湾吃定心丸，现在却因为畏惧解放军的导弹，只敢隔着距离观望。苏起直言，自己从2020年就研判，美国已经不可能来救台湾了，可惜大家不相信。他甚至预测，到2024年中国大陆将有能力在区域冲突中击败美军，再多的战机无人机都没用，因为解放军的导弹足以让美军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台湾不但自身军力不敌对岸，就连靠山美国的武力优势也不复存在。力不如人讲的就是这个残酷的军事现实，拳头不够大，后盾也变弱。理不如人，价值与内政劣势。第二点，理不如人，这里的理可以理解为道理、公理，也可以说是价值体系上的优势。台湾长期以来以民主、自由自豪，喜欢说在价值观上我们比威权的中国大陆更高明，经济上自由市场更有效率。然而苏起现在却大叹，过去我以台湾民主成就为傲，可现在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民主太烂了。他举出一连串例子来佐证台湾民主的乱象，例如前总统蔡英文居然可以超过700天不开记者会，对媒体和公众的质询避之不见。又比如政府任命执政党党员担任中选会主委，通信管理机构 NCC 沦为政治打手等等。在苏起眼中，这些都说明台湾现在的民主形势上虽在运作，实际却搞得像没有称号的独裁，挂羊头卖狗肉，标榜民主，却没有真正民主的精神。他甚至语出惊人地说，台湾的民主真的就是独裁，只是没有那个名字。这话相当刺耳，
听得民进党支持者恐怕火冒三丈，但苏起的用意是指出台湾引以为傲的价值，戾气已经顿掉了。经济方面，苏起也替台湾捏了一把汗。他拿邻国南韩对比，同样是亚洲四小龙，台湾和南韩差不多时间起飞民主化。然而南韩虽然政坛也常内斗，但并未耽误人家经济发展。现在南韩 GDP 是台湾的 2.5 倍。反观台湾，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大陆有10几个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台湾。全世界前沿科技如 AI 人工智慧等领域，中国的投入和进展也远远领先。我们曾经自豪的经济奇迹亚洲硅谷光环正在消退。苏起感叹，台湾还有什么好骄傲的？不服气的话去看看大陆，人家这几年经济腾飞，到底是哪种制度比较优越呢？他这话相当大逆不道，简直在质疑民主制度的有效性。然而他的挑衅式反问背后，是在说台湾原本靠制度优势赢得国际认同，如今却因为自身民主乱象和经济停滞，礼不如人。我们的价值和表现反而输给对岸。总结一下，在苏起看来，台湾曾经标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如今不仅内部品质滑落，在国际上也没人当一回事，经济科技优势也被追赶，甚至反超。我们理直气壮的本钱变少了，讲道理、拼软实力，底气不足了，势不如人，国际趋势劣势。第三个劣势是势不如人，这个势指的是大势、国际形势。苏起再度强调他一直认同的东升西降趋势，也就是中国崛起、美元称霸的西方相对走下坡，特别是美国在过去几年一些操作让这个趋势更明显。他批评前美国总统川普自残式的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比如对盟友和贸易伙伴四处开火，加征关税，翻脸退群。想想看，日本汽车对美国出口零关税，仅仅因为美国车卖不过人家，川普就对日本车客征 25% 的重税。这种任性做法把盟友都得罪光了，结果各国纷纷抱团取暖，而抱的对象自然就是经济体量日益逼近老大的中国。简而言之，苏起认为美国这些年搞得众叛亲离，反而助长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当美国退出全球领导位置，一些国家开始认为，与其看美国脸色，不如靠向实力蒸蒸日上的中国大陆。国际上出现北京朋友越来越多，华盛顿粉丝越来越少的情势。在这种势不如人的格局下，台湾夹在中美之间，更形孤立。以前台湾可以仗着美国老大哥撑腰，在国际场合多少有人撑场，如今各国顾自己都来不及，不敢也不愿为台湾惹怒北京。就连美国本身，苏起都暗示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对台湾关爱的眼神了。讲完大环境三大劣势，苏起把镜头拉回台湾的小环境，也就是台湾自身的处境。他开门见山地说，现阶段台湾可以说是利基全部消失。什么是利基？简单理解就是立足点或优势条件。苏起点明了几项台湾原本拥有的杀手锏，如今却荡然无存。首先，经济上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正在被掏空，这指的是台积电近年在美国、日本设厂，把部分产能和技术转移海外。台积电之所以被称为护国神山，不仅因为它是台湾经济命脉，更因为它被视为台湾的战略资产，有细盾之称。世界各国都需要台积电的芯片，某种程度保障了台湾的安全。但如今台积电加速在海外布局，未来万一台海有事，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对台湾本土的依赖程度降低，台湾的重要性相对削弱。苏起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座护国神山正在被挖空根基。再看外部经济环境，川普政府挑起的美中贸易战余波荡漾，对台湾经济也带来冲击。高关税和供应链重组让高度依赖出口的台湾企业受到影响。可以说，在经济、科技、利基方面，台湾面临内外交困，内有代表性产业出走，外有大国角力波及。接着，苏起提到台湾一直喜欢对外宣传的民主价值，他毫不留情地泼冷水说 Democracy, nobody cares， 民主没人关心。听起来很嘲讽，但他的意思是，在国际现实政治中，
各国关心的是自身利益和地缘平衡，谁会因为你是民主灯塔就以命相挺呢？更何况，如果台湾自己的民主表现差强人意，光靠标榜价值其实没有太大说服力。苏起还点到了美国这个靠山，美国历来是台湾最大后盾，但在他看来，美方如今对台湾少了昔日呵护的目光。或许美国政府嘴上依然支持台湾，但是实际行动上却谨慎观望。毕竟美中关系如今剑拔弩张，美国也不愿真的引火烧身。总之，苏起认为美国已经没有把台湾当特殊宠儿看待，至少没有投入太多额外资源关注台湾安全。最后是国际友人，那些平常跟台湾交好的国家此刻自身难保。全球经历疫情冲击，经济动荡，又有俄乌战争等乱局，各国都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哪有时间理台湾的困境？台湾过去在国际上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本就不大，现在更是雪上加霜。除了利基尽失，苏起还火力全开，批评台湾内部领导人的应对无方。他提出一个让在场很多绿营支持者脸色铁青的看法：台独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在他看来，历任主张台湾主体路线的领导人能力一代不如一代。李登辉算是老谋深算，但也只是口头喊独，实际上有所保留，说而不做。陈水扁则冲劲十足，结果一头撞得满头包，反而促成了2005年的联湖会。因为陈水扁激进，逼得国民党主席连战跑去和胡锦涛握手言和，形成另一种牵制。蔡英文从李登辉那学到逢事先跟美国沟通，以免像扁政府时惹怒美方，也学到陈水扁那样不要亲自冲第一线，保持模糊，避免成为箭靶。还从接任的马英九身上学会了对内绝不道歉、不让步，强势领导不示弱。看起来蔡英文是个聪明的整合派，但苏起话锋一转，指出蔡英文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完全错估了大小环境的变化。风向从他的时代就开始转变了，他却还以为一切仍顺风顺水。也就是说，苏起认为蔡政府执政这几年，全球和两岸形势已经逆转，偏偏蔡英文自觉日子很好，没意识到危机悄然而至，战略上严重误判。对于即将接班或新上任的赖清德，苏起更是不留情面。他直言赖清德远不如李登辉、蔡英文那样有历练和手腕，没有国家安全经验，缺乏成熟的执政团队，想法却更激进明目张胆，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照理说，面对如此险峻局面，新的领导人应该致力于整合台湾内部力量，共同应对外在变局。然而苏起批评赖清德只会关门打自己小孩，这句话很有画面感，好比屋外有虎狼环伺，屋内当家的却只知道关起门来修理。他形容赖清德上任后抓白打蓝，对内斗争倒是毫不手软。抓白指整肃白色力量，可能暗指第三势力或中间派；打蓝当然是打击在野的国民党阵营。但对于对岸北京却是束手无策，不能打也不能谈。一句话，对内强势，对外无招，只会窝里反。如此一来，台湾内部更缺乏团结，对外也没有沟通管道，进退失据。把大环境和小环境一通分析之后，苏起得出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台湾的出路在哪里？很抱歉，我看不到出路。他悲观地表示，台湾就像一叶扁舟，被新的巨浪裹挟着漂流，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只有自求多福。言下之意，台湾现在是自身难保，未来前景暗淡，稍有不慎就可能翻船。听完苏起这番话，许多人心头都蒙上一层阴影。然而，他的这套说法究竟有多少道理？会不会太夸张、太悲观了？我们不妨冷静下来，从事实和各方观点出发，来评估一下苏起的警告。军事安全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解放军实力提升有目共睹，中国大陆国防预算连年增长，新型战机、军舰下饺子般服役，飞弹更是密密麻麻瞄准台海。美国智库多次兵推台海战争，结果常常显示美军虽能帮助台湾抵抗，但自己也会损失惨重。几艘航母葬送的剧本屡屡出现，甚至有场景下美日联军来不及救援，台湾已被封锁孤立。换句话说，苏起强调的美国不敢来，力有为待，并非空穴来风。尤其解放军反介入武器，
如东风系列导弹、极音速武器的发展，确实让美国干预的成本大增，所以力不如人，这一点苏起说中了痛处。台湾传统上仰赖美军干预才能下阻北京，但如今美军介入的风险和难度前所未有，下阻力打了折扣。这就好比从前你有个世界拳王做后盾，小混混不敢动你，现在拳王年纪大了，对面却练出一身腱子肉，小混混也开始蠢蠢欲动，靠山不如以前硬气，自己的拳头还是老样子，那局面确实危险。然而是否真如苏起断言，美国已经不可能救台湾呢？这里头其实有争议。一方面，美国官方从未宣布放弃台湾，不仅如此，美国国会和政府近年来反而加强对台支持，高层互访变频繁，对台军售一笔接一笔。总统拜登还好几次公开表示，若中国攻台，美国会防卫台湾。虽然他的幕僚又缩回去说政策没变，但话已出口。甚至有传闻显示，美国五角大厦的内部战略文件把阻止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列为美军的头号优先任务，可见军方也在为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所以，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并没有缩手，反而在布局救台湾，只是方式不是直接派第7舰队长驻基隆港，而是通过加强台湾自卫能力和拉拢盟友共同防卫。比如，美日同盟现在把台海稳定列为共同责任，日本也在讨论万一台海有事如何协助，美国还加强与澳洲、印度等伙伴合作，构筑印太地区的围堵网。一系列动作显示，美国仍视台湾为战略要地，不太可能坐视不管。那为什么苏起依然这么笃定美国靠不住呢？这和他的风险评估有关。他担心的不是美国愿不愿意挺台，而是敢不敢，能不能真挺台。毕竟对美国来说，台湾不是正式盟友，华府一直搞的是战略模糊，既不明讲要派兵，也不公开说不管。但当解放军的导弹对准美军基地和舰艇，当台海冲突有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的风险时，美国总统真到那一刻可能会迟疑，值不值得为台湾和中国直接开战。这不像保卫日本或韩国，美国有条约义务。台湾问题历来就微妙，在风平浪静时大家可以多给点支持，但战争临头，美国或许会选择间接介入，例如提供武器支援，在际上谴责制裁中国，而不是真刀真枪地下。而一旦美军不亲自下场，光靠台湾自己，恐怕难以对抗庞大的解放军。苏起强调的美国不敢进来，风险代价太大，正是基于这种顾虑。事实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剧本已经给亚洲提供了一面镜子。美国带头援助乌克兰武器、情报，却始终避免与俄军直接交火，因为怕升高成核子对抗。很多台湾人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换言之，美国会不会对台湾也是口惠实不至，送来飞弹坦克却不派一兵一卒？苏起显然认为极有可能，他才会感叹我们只有自求多福。但也有人反驳，台湾和乌克兰的情况有所不同，台湾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地位更为关键。一旦台湾失守，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将倒退数百公里，关岛、夏威夷都更危险。日本、韩国等盟国也会对美国信任大减。从这角度看，美国其实输不起台湾。因此有专家强调，美国不太可能主动放弃台湾，反而会设法阻止北京轻易得逞。到底美国会选哪条路，目前还只是推演，各种声音都有。正因如此，苏起的警示才格外引人注意。他等于在说，美国嘴上在硬，但实际上已经没本事救台湾。台湾千万别抱持老美会来帮忙的幻想。接着看看价值和经济利基的部分，苏起对台湾民主的批评确实引来不少反弹。支持台湾民主的人会说，再怎么样，我们有选举，有言论自由，大陆是一党专政没选票。然而苏起的重点不在道德高地，而在现实功效。他意思是，台湾现在民主运作出了很多问题，导致国力积弱，社会内耗，这种民主的品质不怎么样，自吹自擂也难让人信服。反之，中国大陆虽专制，但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在某些国际受众眼中，人家成就斐然，那套体制未必比民主差。当然，民主的价值不能只用 GDP 衡量，
自由、人权这些看不见的好处，也是台湾民众真正受益的。但苏起想强调的是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国际社会很现实，会拿成果说话。如果中国的制度能带来稳定繁荣，而台湾的民主反而让内部撕裂、发展趋缓，那么指望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所以世界会力挺我们，就未免天真了。近年来，台湾确实有些内政乱象，如执政者长期垄断资源，媒体被政治影响，社会对立严重等等，这些都削弱了台湾凝聚力和对外发声的说服力。所以理不如人某种程度反映出台湾软实力的隐忧。当我们自己把民主搞坏，把经济优势丢掉，那就很难在国际上赢得同情和支持。再谈国际形势，苏起口中的势不如人，其实是很多战略专家近来热议的话题。美中竞争正进入你来我往的胶着状态。美国虽然仍是超级强权，但中国在经济总量、科技实力上迅速追赶，美中之间的实力差距在缩小。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全球优先顺序正发生微妙变化。20年前，美国独霸天下，可以在中东打仗，在亚洲维持存在，同时推广民主价值，一心多用。如今美国面临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要集中精力应对中国挑战，但又碰上俄罗斯在欧洲搞事，美国不得不分心。有人担忧美国会不会因为无法同时应付2场战线，而在亚太这边寻求某种缓和，甚至考虑牺牲台湾来换取中国不扩张。譬如有西方媒体推演，假如2024美国选出像川普这样重视美国优先、不太管盟友死活的总统，避免与中国正面冲突，选择和习近平达成协议，默许中国逐步掌控台湾，换取和平。这种情节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不是没人讨论。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和外交高层也深知，台湾的战略价值其实比以往更高。除了前述的地缘位置，台湾还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关键，民主阵营在中国门口的一盏明灯。如果美国退让，等于向世界宣告美国开始收缩势力，亚太盟友可能人人自危，甚至倒向北京。所以美国在现实操作上反而增加了对台协助，像近来美国跟菲律宾重启军事合作，要在菲国多处设立美军进驻点，就是为了台海有事时能更便利地调动兵力。再如和日本协调防务分工，强化第一岛链防卫，这些动作不像是要放弃台湾，倒像在为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苏起说，美国已不可能救台湾，或许有他看到的某些迹象，但我们也能找到相反迹象。说到底，美国对台政策其实在两难中摇摆，不刺激中国与不抛弃台湾，都是华府想坚持的，于是就出现战略模糊，一切保持不确定性。苏起的观点明显是倾向美国最后关头会自保，这反映了一种悲观派的看法，而持乐观者则相信美国不会眼睁睁让台湾被吃掉。两种看法谁对？目前没人能100%下定论，希望永远不需要验证。除了美国，国际上其他力量的动向也值得一提。苏起提到国际友人各扫门前雪，确实，台湾的正式邦交国这些年越来越少，很多国家为了现实利益和中国建交，台湾的外交处境愈发孤立。同时，在联合国等舞台，美国和西方帮台发声也有限，担心触怒北京。外交谈判空间是台湾失去的另一个利基。两岸自从2016年以来，官方沟通管道中断，没有谈判桌可以坐，即使想谈都没门路。过去马英九时代，两岸至少有协商渠道，海基会、海协会对话等，国际上台湾也能参与一些组织，观察员身份加入 WHA 等。而如今这些几乎全部停滞。想谈判，北京的前提是接受一中原则，对台湾执政当局来说，这是政治毒药，内部共识更是难以凝聚。台湾人对未来路线分歧严重，统一也好，独立也罢，都有强烈反对声音，政府不可能随便转向。苏起批民进党政府按错钮去联络早已下台的美国民主党人马，这或许是在暗示台湾官方国际战略也没抓对重点，没在变局中与时俱进。综合以上分析，苏起口中台湾失去的战略利基大概包括军事上的安全屏障，美国武力介入的可靠性降低，解放军力超前，经济科技领先，
台积电优势被削弱，大陆经济科技赶超，外交支援与谈判筹码，国际支持减少，几无协商空间，内部团结与制度优势，社会裂痕大，民主效能差，无法形成一致对外的策略。这几根曾经支撑台湾的柱子，如今松动甚至断裂，自然让人忧心如焚。苏起无非是把这些问题一次过挑明，难怪听起来特别唱衰。对此，也有人批评苏起过于危言耸听，甚至给他扣上唱衰台湾第一人的帽子。某些评论者直言，苏起的论调几乎就是在暗示台湾完蛋了，还不如投降算了。毕竟他列举的问题多如牛毛，却没给出台湾如何自救的方案，悲观到极点，让人怀疑他是否在为统一找借口，故意把台湾描绘得一无是处。但支持苏起的人则说，面对险境就该直言不讳，与其自欺欺人，不肯面对问题，不如听听这位经验老道的前国安首长怎么诊断病情。也许医生的话不好听，但有助于病人认清病况。幽默地说，苏起就像那种大嗓门的长辈，在家庭聚会上拍着桌子喊，你们再这样乱下去，咱家要完啊！听者可能觉得他夸张，也可能心头一紧，开始反省。至少他成功引起大家对台湾处境的讨论。台湾真的没有出路了吗？还是说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如果把苏起的警告当成一面镜子，台湾确实该审视自己有哪些弱点暴露无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几个启示。第一，别再迷信以小博大的侥幸，国防实力得脚踏实地加强，不能完全寄望他人驰援。第二，民主制度要修复改进，执政者不能因为有选票就肆无忌惮压制异己，内耗过头只会自损800。第三，经济科技竞争力必须抓紧，不能躺在过去的荣耀里吃老本。一旦护国神山搬走了，我们要想想还剩下什么。第四，外交上求生存要灵活务实，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找到沟通管道，至少避免擦枪走火。最后，最重要的是凝聚内部共识，不管统独立场如何，在生存安全这件大事上，台湾人应该有基本共识，就是希望两岸和平，避免战争，同时维持台湾的自由生活方式。具备这个大前提，才能讨论出路，要不然朝野各说各话，敌人还没来，自己先乱成一团，那真是应了苏起的预言。至于美国，苏起话说的绝对，已不可能救台湾，也许有点悲观断言，但也在提醒台湾别过度依赖外援。美国的确在中美博弈下调整对台战略，不见得是要弃台，更多是希望台湾自己多扛一点，美国少出点血。未来美国是否会在优先顺序上对台湾有所保留，要取决于美中实力消长和美国内政外交考量。假如中国大陆继续壮大到美国无法匹敌，而美国国内又出现不想管世界的孤立声浪，那台湾恐怕真要有最坏打算。反之，如果美中力量还相对均衡，美国也认定守住台湾对维系自身霸权不可或缺，那台湾或许还是安全网内的一环。无论如何，依赖别人不如强化自己，这恐怕是苏起苦口婆心想传达的信息。回到苏起演讲时的那个场景，也许我们可以想象这位耄耋老臣语重心长的模样，他不是在吓唬大家，而是试图用半个世纪的观察提出最严厉的告诫。幽默点说，苏起就像看着年轻一代在暴风雨前还嬉戏的老人，忍不住大喊，赶快找避风港啊，船要翻了。至于年轻一代要不要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台湾这艘小船未来会遇到怎样的巨浪，没有人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机。与其觉得苏起乌鸦嘴，不如把他的话当成警钟，利基没有了，可以再创新优势。险局来了，可以寻求转圜之道。一叶扁舟，只要掌舵人沉着冷静，全船同心协力，也未必不能冲出风暴。最后，不妨以轻松的比喻作结，台湾目前的处境就像天气预报说前方有50年一遇的超级台风苏起的险局。我们这艘小船的马达还有点漏油，内部问题，船底压舱石掉了好几块，立即消失，连预备的求救信号弹都可能失掉，外援不可靠。听完是不是很想哭？但是与其在船上绝望痛哭，不如赶紧修马达，补船底，集合船员开会商量路线，实在不行就寻找最近的岛屿避风。
毕竟风雨再大，也总有停歇的时候，前提是我们得撑到那一刻。苏起的警告也许偏于悲观，但居安思危从来是生存之道。只要台湾社会能以幽默但认真的态度面对挑战，集思广益找出路，也许偏舟未来有机会化身为乘风破浪的航船。风雨欲来，我们听到了警钟长鸣，下一步怎么做，决定权其实还在我们自己手上。